19世纪中期，欧洲不断发生悬索桥坍塌事故。悬索桥使用的工业钢缆会因天气剧烈变化而受损，当支撑不住桥的重量时，就会发生断裂。因此，当德裔美国工程师约翰·罗布林提出要横跨纽约东河建造一座最大且最贵的悬索桥时，纽约的市政官员们纷纷对此表示怀疑。但是，当时的曼哈顿人口过于密集，而且布鲁克林的上班族都需要经过这条河，于是在1867年2月，政府批准了罗布林的建议。为了避免类似欧洲悬索桥坍塌的事故再次发生，罗布林设计了一个混合桥梁模型。他在悬索桥上使用了以中心桥塔支撑的大型钢缆，并将钢缆固定在每个河岸上。这样的设计可将大桥悬挂在一排较短的垂直钢缆上，有助于支撑长桥面。罗布林在设计模型时也从斜拉桥中汲取了灵感。这些较短的构造有助于直接与桥塔相连的斜拉索固定桥面。通过额外增加这些钢缆，罗布林增强了桥的稳定性，同时减少了施加于锚缆的重量。虽然其他有些桥也使用过类似的设计，但罗布林这次的方案使其他设计相形见绌。他设计的桥面长达480米，比之前建造的所有悬索桥都要长 1.5 倍。普通麻绳会在14680吨的桥面重量下断裂，因此罗布林建议使用5600公里长的钢丝制作悬索桥的钢缆。为了承受这一重量，支撑桥塔必须高出海平面90米以上，这使这座桥成为西半球最高的建筑。罗布林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，但当他在1869年进行实地勘察时，一艘渡船冲向码头，导致他的脚严重受伤。不到1个月，他因破伤风离世。幸运的是，罗布林的儿子华盛顿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，他接替了父亲的工作。第2年，桥基的建设工作终于开始了。建桥的第一步是最具挑战性的。为了在布满石块的河床上建造桥基，华盛顿采用了基本未经测试的技术——气压沉箱。工人们把很多密封的木箱放进河里，用一套管道注入压缩空气，将水排出。这项工作完成后，工人才能进入沉箱里挖掘河底。在挖掘河底的同时，他们把一层层石头堆积在箱体顶部。当沉箱最终到达基岩时，工人用混凝土把沉箱填满，塔基也随之建成。但是沉箱里的工作条件是非常危险的，由于只能用蜡烛和煤气灯照明，沉箱里发生过几次火灾，导致工人被迫撤离或是因海水涌入而丧命。更危险的是一种称为减压病的疾病。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减压病，但在当时，这种未知的疾病带来了无法解释的疼痛或头晕感，许多工人因此而丧命。1872年，减压病也差点要了这位总工程师的命。虽然华盛顿活了下来，但他从此瘫痪，卧床不起。但事实再一次证明，罗布林家族是不屈不挠的。华盛顿的妻子艾米丽不仅负责丈夫和工程师之间的沟通，还接过了日常的项目管理工作。不幸的是，这座桥的麻烦还远未结束。到1877年，桥塔的建造超出了预算，进度落后。更糟糕的是，这座桥的钢缆供应商其实一直在向他们供应不合格的钢丝。多亏罗布林的设计中包含多重安全保障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使用额外的钢丝加固钢缆之后，工人们把桥面一个一个悬吊起来。这项工程历时14年，造价相当于现在的4亿美元，耗费了罗布林家族3代人的心血。但当布鲁克林大桥终于在1883年5月24日竣工时，它的辉煌壮丽无人能够否认。今天，布鲁克林大桥依然矗立在古老的沉箱上，支撑着哥特式桥塔和交叉的钢缆，肩负着连通纽约市的使命。如果您对学习历史怀有热忱，欢迎订阅此频道，因为历史中得来的教训能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挑战。